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《侃侃养生》。很多人对晚餐都不太在意，其实晚餐是会影响人的寿命的。如果你能满足这3点，长寿或许会喜欢你哦。第一点，晚餐不要吃得太晚。那现在的人睡觉都比较晚，所以导致吃晚餐也比较晚。但是太晚吃晚餐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还会导致身体肥胖，引起各种疾病，不利于健康长寿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每天7点之前吃晚餐，7点之后最好就不要吃东西了。第二点，晚餐不能吃太饱。那工作了一天，很多人到晚上就会吃很多东西，暴饮暴食。建议大家吃7、8分饱就行，那吃太多也会增加肥胖风险，影响寿命。第3点，晚餐保持清淡。如果晚上吃的过于油腻，会影响血管健康，引起心脑血管疾病，还会给肝肾带来损伤。所以晚餐要保持饮食清淡，这样对健康也有利。那对于晚餐，大家是一定要吃的，不要因为减肥或者是其他原因就不吃了。不吃晚餐也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那晚上吃完晚餐呢，建议大家可以用大麦泡水喝。大麦属于粗粮，含有膳食纤维，有健胃消食、促消化、解油腻的作用，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哎呀，后背疼，腰背疼，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是经络不通了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经络不通，走路中风。就像我们平时总盯着电脑、手机，久坐不动，吃凉的、吹空调等等等等等等，都可能会使经络堵塞哦。今天呢，木子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动作。站好了，眼睛呢看前面，挺胸，把双手伸出来，然后呢向后甩。甩的时候，双腿要弯曲一下下，再利用惯性甩回来。就这样甩来甩去，每次甩100下，每天呢甩2次就行。这样甩手能够帮助疏通经络。那经络通了，腰痛、腿痛也会缓解，甩甩身体更健康哦。怎么样，简单吧？你学会了没？说到减肥，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吃东西。可是很多人都是我有一颗减肥的心和一个吃货的胃，他俩天天在这儿 PK。不过呢，掐指一算，哎呀妈，今天胃又赢了。其实很多人发胖呢都是经络不通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可以通经络、燃脂肪的动作——跺脚。这个动作呢，在原地就能做。把2个手放在身体两边，然后呢，双腿弯曲，2脚抬起来，这样原地快速的跺起来。注意速度要快一些，有点像原地快跑，每次跺100下就行。那这个动作能疏通经络，改善身体新陈代谢，帮助身体排毒，能够让你慢慢的瘦下去哦。那减肥没有那么容易，每块肉都有它的脾气，所以要坚持住才行哦。你最近总是感觉头晕，对着电脑时间长了吧，脖子就梆硬，有时候跟触电了似的，可难受了。晚上睡觉呢也是睡不好，这可能是颈椎不好喽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不妨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吧。自然的站立，将我们的左手向上伸直，然后弯曲手臂，用手掌呢拍打肩膀，从肩膀一直拍打到额头，再原路返回，这样来回拍打5次。再换右手拍打。那这个动作能够促进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帮助打通颈椎堵塞。每天坚持练习，颈椎或许更健康哦。怎么样，做完了是不是感觉好点了呢？大家可以试一试。对于经常伏案工作、低头一族来说，如果有脖子僵硬、头晕眼花的情况，这可能是颈椎不好了。那不妨试试下面2个拉伸动作，有助颈椎健康。动作1：自然站立，身体放松，把右手绕过头顶，放在左边耳朵上，然后搬动头部，让右耳尽量的靠向右肩，这样拉伸左侧肩部的肌肉，然后再向相反的方向做同样的动作，每次做3到5分钟。动作2：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，膝盖微微弯曲，双手手臂向前伸直握拳，然后双手手臂再向身体两侧伸展开。每天这样拉伸5分钟，可以帮助缓解颈椎疼痛。
那平时啊，想要保护颈椎，要注意不要长时间低头，多活动颈部。还可以喝一些活血散瘀的茶，比如荞麦茶、陈皮等等，对颈椎健康都有帮助哦。很多人坐的时间长了，会感觉脖子僵硬、头昏脑胀的，其实这可能是颈椎淤堵了。如果颈椎长时间淤堵，会给身体造成很多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想办法打通淤堵。那木子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够保护颈椎健康哦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同宽，双手叉腰，然后头先向前低，再向后，然后向左，再向右。要感觉颈部有酸胀感，这样前后左右来回的做5分钟。做的时候呀，幅度尽量的大一些，这样活动颈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打通经络，对颈椎健康有很大帮助哦。那像经常久坐的人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预防颈椎问题。有的小伙伴总是抱怨，为啥我总是瘦不下去？其实呢，身体发胖很有可能是经络不通了。像你总是坐着不动，经络就可能会堵塞。所以呢，想瘦下去，那么就要先疏通经络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让你体重悄悄降下去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然后身体慢慢的向前弯曲，尽量的用双手去摸地面，双腿要保持伸直，这样坚持10秒，起身再做。每天做5分钟就行，因为我们2条腿内侧有膀胱经，那这样拉伸能够拉通膀胱经，膀胱经通了，湿气和毒素也能够排出体外，对燃脂瘦身有帮助。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坚持做一做这个小动作吧，希望对你有用哦。都说呀，50知天命，50岁，确实是一个挺尴尬的年龄了。木子50岁有啥尴尬的呀？那你说这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而且呀，这身体也处于一个快速衰老的阶段呀。那有啥要注意的呢？要说要注意的呀，那就是血管的健康了。如果不想让血管堵塞的话，3种食物就要少吃。腌制类的食物，比如腊肉、咸菜、火腿等，那这些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吃多了呢会影响血液，不利于血管健康。蛋糕、饼干类食物，那这类食物中有很多的糖和黄油，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也很多。如果经常吃，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使血管堵塞。最后，高脂肪食物，这类食物中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脂肪，那吃多了容易让血液变得粘稠，血管变拥堵，所以也要少吃。所以大家从现在做起，保养好自己的血管吧。木子问你个事儿呗。咋了，沈哥？你说。我最近腰总疼是不是跟肾有关系？哎呀，其实肾好不好和腰疼不疼关系还真不大。如果想要观察呢一个人肾好不好，可以伸出小拇指看一下哦，因为小拇指和肾脏呢是有密切关系的。首先，如果小拇指指节粗细不一样，形状发生异常改变，就可能是肾脏功能出现问题的表现，建议大家最好去检查一下。然后呢，就是小拇指的指甲。如果小拇指的指甲气色差，而且上面还有很多的白斑，这也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了。那上面这2个情况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那说明肾脏还算不错哦。大家可以伸出自己的小拇指看一下哦。还有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养肾。那今天就唠到这儿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木子留言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